我是从来不过情人节的乌贼妹妹。情人节大家可别忘了关怀单身狗哦。微信搜索乌贼君，留言写下单身宣言或情人节祝福，就有机会获得乌贼君星座抱枕。这期我们来讲一讲外太空强行谈恋爱的电影，教教单身狗们实力撩妹的几个小技巧，祝大家早日脱离单身。话说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已经雾霾漫天，不堪重负，人类寻找到第二星球，于是派飞船一批一批的往那边送人。这段旅途大概需要120年，所有人员都被放进了冬眠舱内。我们的男主角傻大个在做星爵之前是个工程师，说白了就是个搬砖的，也被放进了冬眠舱。这飞船全自动驾驶，且没有闪避功能，一不小心就发生了碰撞。这一碰不得了，其他部位都没事，只有男主角的冬眠舱被撞坏了。男主角闪亮登场，起来发现完了个蛋啊，自己早醒了90年，且无法再睡回去。整个飞船就他一个人，命再长也活不到第二星球啊！搬砖的傻大个利用自己小学牢记课10级的动手技能，进入了飞船每一个角落，享受了有钱人才能过的奢华生活。唯一一个打不开的地方就是飞船驾驶舱，这意味着他不能调转船头回到地球，而给地球传个信息也需要55年才能收到回复。被困在飞船里的傻大个很快就厌倦了只有酒吧机器人作陪的生活，想要自杀，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结束生命。傻大个必须要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意义。恰巧他发现了女主角傻白甜。你们想象一下，一个1年都没有啪啪啪的男人，看到一个胸大腰细的女人躺在一张床上，恰好这个女人还是他的菜，精虫上脑，道德也就不要了。撩妹第一招，死皮赖脸式。在爱情面前，尊严和脸面都不重要，大不了就是被妹子和她老公打进医院嘛，多大点事呀！傻大个大概思考了1分钟，就去沐浴更衣，打扮得帅帅的，带着各种工具出现在了床边，一插一拧就破坏了冬眠舱，唤醒了女主角傻白甜。再美其名曰冬眠舱出故障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毕竟整个飞船就2个人。这就是失传已久的撩妹第2招，孤男寡女式。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下，年龄、长相、兴趣、爱好都是浮云。想想当年的杨过和小龙女吧，小龙女就是用了这招，才老母牛吃嫩草，轻松搞定了小鲜肉啊！傻大个假装镇定地陪着傻白甜玩各种游戏，和女主角一起种树，很快就收获了傻白甜的芳心，还用自己搬砖技术做了个小楼送给傻白甜，表示自己要是去了新星球，一定会给傻白甜盖套房，然后做房地产事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撩妹第3招，斗转星移式。这个世界上最不用花钱的浪漫就是天空，天空中有太阳、月亮、星星，这些都是送给姑娘最好的礼物啊！你的名字中男主角就因为流星成功搞死了，不是搞定了心仪的妹子哦。傻大个带着傻白甜看了下漫天繁星，此情此景不接吻都对不起老天爷。很快2个人就迫不及待滚了床单。谈恋爱久了难免会吵架，当女主角傻白甜在生日当天从机器人嘴里得知自己是傻大个唤醒的事实后，整个人都崩溃了。自己刚交的男朋友居然是个心机婊，为了自己不孤独，擅自夺走了他去第2星球寻找新生的权利。就在女主角悲痛欲绝的时候，飞船的损坏渐渐变得严重了起来。终于，全片最大的电灯泡出现了。飞船的工作人员因为故障苏醒了，他的身体因为冬眠舱故障受到了损坏。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他传授给了男女主角拯救飞船的方法。男女主角决定合作拯救飞船上的所有人。男主角傻大个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飞船，自己则坠入了银河。最终还是女主角将他救了回来，帮他重获了新生。男主角傻大个改进了医疗舱，将它变成了冬眠舱，让女主角可以继续冬眠到达第2星球。最终女主没有选择走进医疗舱，而是留在飞船陪着男主角在飞船里度过余生。彩蛋来啦，让我们来看看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的傲人身材吧。这部电影男女主角在地球都不如意，一个是苦逼工程师，宁愿接受不公平条件也要去另一个星球建房子发挥自己特长；一个是失忆小说家，面对父亲的成功，他选择离开地球去另一个星球写作。2人都企图摆脱现状，重获新生，而命运将他们捆绑到了一起。虽然最终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但收获了爱情和属于自己的生活。想看更多内涵视频，微信搜索乌贼君，关注我们哦！动动手指转发点赞，我们需要你的支持。鸡年开工大吉，乌贼君发红包啦！微博搜索乌贼君参与红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200元现金红包哦。